我们6月份大盘涨3%，已经有做很大变动。有的 AI 它已经从高点下来，大家一定要盯得。最近涨上来已经涨100% 了，好，那获利也真的大幅成长。我们来欢迎那个股市老先觉杜金龙老师，老师你好。两位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我们现在呢，就像老爷子之前讲的，我们现在进入了箱型整理，都在1000点上面震荡上上下下。不过你看这个 Q2 好像有一点难做，不过法人说，我们上看55000，但是这一波为什么会这样子震荡呢？理论上我们2Q 已经结束了，涨了42%，非常好。对，那上半年大概涨62%，更好，更好。因为台湾证券史64年能涨100%的只有5次，我们这一次排名第14名，非常好。最主要是说股票涨多本来就会休息，而且我们初升段涨11787嘛，主升段它是它的2.618倍。我们以前只要涨。主升段是它的1.5倍，2倍都很多，我们是2.618倍，所以我们这一次主升段涨了3万点，尤其我们刚才讲的2Q 嘛，有没有2Q 一下，都涨得非常高嘛，就是说4月份涨22%，5月份涨10几%，3月份比较少。有震荡只涨3%，可是3月份涨的话，就是老 AI 已经开始在休息，它转到塑化跟金融所以在高档震荡哈。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成长的幅度最高，我如果猜了没有错，我的统计资料是2Q 最好。我们2Q 的财报在我们8月15号要公布的话，我的手上的资料，1Q 成长49%，上市公司获利会成长2Q 会成长多少？80%。今天报纸也有报嘛，我们金融股1到5月份，获利成长7000多亿，成长2倍多。最主要是去年的我们2Q 台币升值关系体内的2000亿的损失，那我们这一次台币贬值回冲嘛，所以金融股也会回冲，所以我们大概那个2Q 财报理论上我现在手上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好，可是股票已经涨到4万8在美国的话，我们知道华喜进来以后丢的一个好像不降利息会要升息的一个东西美国昨天国庆日完以后它集中选举大概会比较低迷所以美国现在4大指数什么叫道琼才创新高，那其他的科技股尤其汇都跌很多，所以大概这几个理由，我们股票市场我们现在高点是6月23然后一下就回了3700多点那这一次也有微转，可是微转不像3月份、6月份一下马上微转创新高，我们目前跌到这个4万多点大概跌了3000多点完以后也稍微弹上来那我认为3Q的成交量已经从以前的大概1.9兆，现在只大概每天都是成了1兆左右嘛。对所以有可能3Q也是一个箱型整理。那我们第三季的话，我个人认为啦它是一个箱子。那我们目前是高点4万8嘛如果说乐观一点就抓5万那低档的话，期货已经跌到4万点那我们现货的话，目前因为4万8扣4000点就4万4，如果说跟期货一样扣6000点就4万2所以大概我们就高低点在3Q，我们认为是在这个箱子做 ABC、XABC 非常好做的。懂得投资的人都知道，风险要提早管理，健康也是。外食多、常熬夜、饭后容易想睡，投资组合要完整，代谢也不能只靠少吃硬撑。想顾血脂、血糖，不必桌上排一整排保健品。统一健康3D 红曲加各双效定，红曲6倍好吸收烟碱酸铬，专利定序19肽苦瓜生态，一次整合，搭配健康饮食，让糖脂管理更有效率。它是台湾市面上含有苦瓜生态的产品当中第一家荣获调节血脂以及调节血糖的双效健康食品标章的产品。经人体食用研究结果，2周调节血脂；经动物实验结果，4周调节血糖。一盒启动，代谢升级，不用早餐后吃一种，晚餐后再补一种，天天饭后2锭，把保养变简单，也把精力留给自己、家人和真正重要的事。老师，刚刚一开始哲新哥有提到说，法人喊出未来1年这个要上看55000点那你怎么看？
他们用的大概都有，因为现在我们涨到48000嘛，很多人说会不会5字头有的人是说那个6字头，统一是看得最乐观他们刚才用的话都是这样，就跟我讲的，他们都会用今年的上市公司获利成长多少，每个人都成长50%，我是51啦，都一样那明年大概大家都28%，所以这个都用的上市公司获利，而且成长最多就是半导体零组件所以大家用的那本益比的话换算，我们的现在目前是23倍嘛明年是17倍，所以大家认为还有空间另外还有一个东西GDP 有没有？今年10%，明年3%另外大家都会抓台积电的目标价那像我的字卡是说明年如果53000，台积电会涨到3000块统一说最乐观了我们这边没有写，统一的话是6万点因为他最近发行基金很多都会看得最乐观的那6万点的话，台积电要涨到3900那另外还有一个更乐观，就是台积电更高吧所以像目前来讲因为这样，所以法人对于目前明年有的人都说看年底会到5万点所以我的字卡目前我们还在走主升段那主升段都比我们来这边预期的高嘛，我每次说明年5月份要多少点马上就到所以我们大概认为这个目标应该可以到明年5月份这个整个多头市场还会达标那不管说5万点或是53000或是更高的6万点，我认为这一次3Q 休息完以后，我们11月28号6都选举嘛选完以后大概还会有一波到明年5月份对，外资其实把台股当作提款机对大幅卖超，而且叫期货空单8万口以上这样子，所以大家讲说这个要这个防空警报来了对不对对，因为外资的话理论上它占台湾的总市值还到40几%，他就说以前进来台湾股票市场有赚钱，他汇出去嘛股票涨，所以你看到他卖，尤其像今年本来是卖超，后来在6月份有补一部分，我们才创新高那最近台币又贬值，他又卖尤其像我们最近的录影的时间有没有？他这几天就卖的比较多一点而且来讲不止卖现货，还去换空期货那换空期货的话，我们这边有可能就是以前的观念我们要，因为早期他换空3万口我们认为很多，现在都8万多口，我们还是不会认为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总市值台湾是160兆了啦所以他换空的比重从以前3万口到我们现在动不动都是8万多口，有没有？对大盘还是没伤了另外来讲的话，我们7月到9月有一个东西外资换空的话，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次除息要除大概扣掉2.3兆的现金股利，大盘估了要扣1700点，所以我们刚才讲这次大盘我们现期货已经回了6000点，我们现货只回了4000点，所以我们外资现在期货都跌的比较多，就是他们认为每个月假设平均扣500点扣500点扣500点的期指，他现在换空期货已经在预测要赚这个1700点的那个现金股利的价差所以目前来讲可以感觉有这种现象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次外资大卖的时候台湾股票市场还高高在上，还涨60几%，有两道理由，一个是我们5月份投信的规模增加多少1.7兆这么多钱1.7兆都是自然人另外第二个力量就是我们融资余额到前天我们字卡是大概还没有创新高，我们已经创民国89年的5900亿的新高，我们现在6000多亿，如果加那个 OTC 大概已经7000多亿，所以我们昨天报纸不是说我们的4代同堂的信贷嘛我们的那个还贷大概有11兆左右我们的信用贷款有1.7兆我们融资贷款大概7000多亿，还有车贷只有2000多亿，所以我们4代同堂加起来钱多少你知道？13兆跟我们台湾的浮动筹码的热钱大概13兆差不多那融资余额，讲到融资余额，就是我们这一波最主要的一个力道那融资余额集中加 OTC 现在7000多亿嘛融资余额融通化有1.2兆，所以我认为我们融资余额现在创历史新高以后，你会看到融资余额加起来会有1兆
我们成交量会有3000多亿，融资有1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钱，外资卖股票是 ETF 增加，还有我们融资余额增加，把这个整个大盘撑上来。对，这是最大的。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老师，那回到全指股的部分啊，台达电、台积电先前创高之后，现在进入到盘整的一个状态嘛？那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要续报，还是要加码，还是要调节呢？老师，你怎么操作？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1到5月份 AI 都涨很多，我们6月份大盘涨3%，已经有做很大变动，有的 AI。它已经从高点下来，好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台达电从高点下来已经跌3成，那有的还创新高，2383的台光电还创新高，所以 AI 股票这一波不是涨很多嘛，它其实已经有在做获利的一个动作啊。那另外来讲的话，有的涨了很多的就是塑化，塑化上半年涨100%，100%，那还有金融股，6月份不是除息那个富邦金跟国泰金除息嘛，他们高点从以前没有100块，富邦金涨到40块。141涨了4成多左右，所以我们其实6月份大盘说奇怪，我们大盘不是来回震荡很多嘛？可是它里面的很多股票就稍微有的人做回档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台达电就高档上来，它也回档，那回档就是要让你买的机会的，它从2500回到这个3成多左右，算蛮多的，因为我们一直看3台嘛，台积电、台达电、台光电还有联发科嘛，台积电是2535没有够高，在高档震荡，台达电就真的有回那那个联发科也有，因为联发科7月7号要除息啊。一般我们现在这个高价的 AI 股票都是这样，除息完以后就开始走缓。你看那台达电也是除息后有没有就开始走下来嘛那台积电还要高高在上台积电目前来讲，它2535，因为它这一波的低点是2135到2235，400块。很好赚我也去参加除息除息完以后，他除息前先跌完以后上来，那下礼拜要做法说会，我们这个 EPS 已经调高现在调到明年161啦，所以目标价3000、3500都很好那整个台积电目前来讲就是大涨小回所以目前台积电就是动不动就是大跌。所以我每次台积电只要跌100多块，我就去买，很好赚6月份我赚了大概6笔，每次大概都80到100块那目前来讲，这个利多所谓利多都已经反映到这个股价所以大概台积电目前来讲，我也是一样，高卖低大跌我就买，而且它现在跌得很快，就是这2只股票台积电跟台达电。对，可是另外大家关心的就是载板三雄，对不对？包括景硕、新兴跟南电。之前这个美股这边的估价，法人都把它调高它的目标价。结果7月3号的时候，就上礼拜，我记得我看到新闻说那个三星对，还有 SK 海力士砍价，就大家觉得说，载板会不会不稳定所以开始这个震荡又更厉害，对。像今天它又往下又修正了，对。所以老师你怎么看接下来载板三雄的走势？你看外资调7月1号不是说3只目标价都调很高，新兴都1500啦，有没有？还有南电的1500，还有我太太以前买的景硕也调到1000块以上，有没有？他们获利3只股票都不错那因为三星调的话是韩国厂，这些都是比较美国厂。有的人认为说苹果叫那个美光砍价完又再来去砍载板嘛，所以那一天有稍微跌下来，上个礼拜五又弹上来今天大盘因为大概整个在震荡又往下跌嘛其实这几颗股票就跟我们的台达电一样，像新兴都已经涨到目标价嘛，本来500到1000嘛现在外资把它调到说目标价到1500块，可是它的 EPS 你看到我这个字卡已经往上调高，可是
增加的速度，你要在晚上调高的话，要等一阵子啊。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跟同样的东西是在高档整理，尤其像南电。南电其实那个蓝牙卖完以后，它高点下来修正完以后，这一次才微转哦。那锦硕也是一样，有在微转，所以南电跟锦硕有创新高，新兴没有，新兴没有，因为新兴元大把纳入持股完以后，人家有它没有，可是它也是在高档整理，所以我认为啦，载板这个也一样，人家认为说到明年还是供不应求啊，所以短线有受到三星这个砍单的影响，电子股就是从我们的6月份，他们都已经纷纷的在高档整理啊，所以我这3只股票，我认为基本面都还没有问题啊，只是在高档震荡啊。那我提醒大家，现在很多的 AI 股票回档从高点下来都会跌3成啊！你看那个星星啊，对啊，我们这一波回档回只有7.81哦，我们的很多电子股回得很快，最有名就是建测回5成，涨很多啊，所以回的速度很快啊。这是大家对这电子股你要心里有准备啦，就回那么多是正常的，没有太正常的，因为它涨太多了啦。老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面板的部分呢，包括这个友达跟群创哦。先前呢，大家在看说它的成交量呢是明显放大的，但是呢，股价也是在明显的震荡，所以很多人在问说，那到底它是跌升反弹，还是说这个产业有明显的一个转折呢？这2只都有，群创是转到那个烘专车是高阶嘛哈，那个友达是转到 CPO 嘛。那我特别要提醒友达哈，友达我昨天在做字卡，它6月份的成交量创历史新天量，只要我这个 AK 线有创历史新天量哈，大概都还有一段距离，所以群创先涨嘛哈，群创涨完以后在高档整理。后来友达就开始上来，好，那我们经常讲这2只啦，哈，第一类也涨过，被动元件也涨很多啊，所以那个面板开始在补涨。那这个类股就是我们讲的老 AI 在休息完以后，我们现在6月份平均股价188块，我们把它称为叫便当股。对，便当股现在联电涨那么多了吧，哈，涨了3倍左右，所以群创也拉上来啊，友达也上来，所以这2类股，理论上是低价开上。你看它的 AK 线都刚开始上来哈，虽然涨短线涨比较多了，可是理论上应该到明年5月多还有哈。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EPS 都还没有上来啊，都只有0点多哈。你要上来的话，一定要像联电一样哈，把这个 EPS 往上补。像蓝牙也是一样，我把那个调高，那你就会跟上一层楼。这2只都目前来讲属于我们叫做低价股，人气非常旺的2只股票，是都还有空间，还有空间就对了，对不对？理论上群创应该会要3位数了，它以前高点170几吧，哈，那友达的话是70几块。对，可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因为之前老师来的时候讲，就是说，其实金融股可以注意嘛，所以你看到，其实他们的确他们金融股都有创新高。对，不过你看元大金跟富邦金最近除息之后，好像又开始那个有走势，好像往下这样。老师你怎么看金融股的后市？可以当做核心持股？对，人家都说。那个要看金融股，一定要温度金融，因为有这个说法吗？有。金融股的话，我们跟大家讲哈，它这一次整个6月份涨幅非常大，因为大盘只涨3%，我们等一下有自考，金融股涨很多哈。6月份哈，那最主要是富邦跟国泰，富邦的因为它7月1号除息嘛，哈，国泰是6月30号，那富邦除息完以后，现在不是只有金融股。现在很多的除息的话，像国际也除息后就跌，台达电也除息后都跌，因为我们现在 ETF 有一批啦，成长 ETF， 他们期指拿到完以后就把股票卖一下，所以富邦跌了几天就开始反弹上来啊。那它最主要是 EPS 啊，今年12块，明年11块。所以它本来上次我们来不是都100块不够嘛？对啊，这一次喷到141嘛，那现在回来就是让你买，因为它今年获利还大幅成长，而且美国4大指数都在跌的话，你看到只有道琼创新高，就大盘在回档，他们躲到这个道琼里面哦。那金融股就是我们6月份避的东西，我们6月份大盘很多老 AI 在跌，避到2个塑化跟金融。富邦我有去参加除息是不错哈。那你看元大为什么现在到60几块？因为
融资也有增加，成交量到2兆左右，元大是最大的嘛，好，那只是因为有金控，所以把它稀释掉。很多人都是买勤益证、勤益期还有统一证，存那个证券股跟期货。那其实元大是证券股里面的第1名嘛，因为我们那个元大，我们的富邦还有我们凯基嘛。都是证券里面的前3名啊，所以这2只都是算不错的哈。那还有买国泰的，还有13金哈，这个都可以。老师，那现在因为已经7月了嘛，所以最后想请老师给我们大家来提点一下，就是进入第3季之后，老师你怎么看台股的这个主流的题材的变化？所以今天呢，也要听到很多这个珍贵的资讯，谢谢杜老师，谢谢你，谢谢。